就在这个月的14号，幻塔的惠民篇终于迎来了大结局，横跨2大时空，持续半百岁月的惠民之祸终于落下帷幕。惠民首领曹母被新曹母南音击败，新曹母南音也进行了自我封印，自此九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但这个结局一经推出，就很让人争议。下面小峰就带大家深度剖析一下大结局。先看视频。咦，小峰，你是不是放错碟了？并没有哦。大家对九域结局的落差，很大原因都是来自于海底决战的对比。在海底决战中，亚夏维拉的执行者齐聚海底，甚至就连赦免天使都前来支援奈美西斯，可谓是合家欢的大结局。但是反观九域结局，出场人数不仅特别少，而且表演的戏份也不多，更像是吃瓜群众。不过这并不是剧情有问题，相反，这里的剧情非常契合游戏的设定。原因有以下2点。第一点原因是，支援的人并不是没来，而是分散在九域的各处。为了给第3代时装系统的启动拖延时间，我们先一步讨伐了1季内的高级惠民，并且获得了荆棘。这时候众人却纷纷离去，他们是为了接下来的决战做准备。一旦南音拿到了荆棘，进化为完全体，九域都将沦为战场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，在主线里我们就亲自支援了黎州，遇到了前来支援的执行者亚诺。这还只是黎州，那郑州、对州呢？就没有支援了吗？到了前往曹母牢笼的时候，侍卫手都在，那此时外面还在防守惠民的又是谁呢？所以说不是没人来支援，而是没能在演出中体现出来。九域的决战规模要比海底决战更为庞大，不只是1季中的争锋，而是整片大陆的战争。第2点原因是战力对比，在剧情里就已经明说了，在南音的眼里，我们就都是蝼蚁，蝼蚁的活动能够影响巨人的行动吗？显然是不能够的，这点在剧情里也有描述。先一步获得荆棘，其实对结果并无改变。南音得到荆棘变为完全体是个定局，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，只是为了拖延时间，是为了启动第3代时装系统。没错，这也是为奈美西斯还债。如果不是他在元能反应堆的授权过程中捣乱，就不会现在才能使用第3代时装系统了。说到南音的战力，也很让人唏嘘。南音的战力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高的。在我们刚到九域的时候，南音正在袭击黎州一季，只是民警与林寒联手就将他击退了。到了郑州龙源的时候，他一直等到众人离去后才敢出来收集荆棘，至此南音的战斗实力发生了质变。在对州一季的时候，不仅直接现身抢夺荆棘，更是一个人单挑全部战力，还能全身而退。吸收1个荆棘后的南音已经是不可力敌的存在了，紧跟着是黎州的战斗，这时他已经吸收2枚荆棘，直接完虐1季内的高级惠民。在吸收完第3枚荆棘后，已经是吊打众人，主角团完全被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到此战力对比已经到了天壤之别，完全体的南音都这么强了，与他打成5-5开的曹母会弱吗？在这样的战力差距下，注定了决战不会是我们的秀场。他们的战斗真的是神仙打架，凡人无法参与。但执行者不是凡人，我们也是启动过预卵的人，虽然中途被雷比利亚终止了，不过主角依然是特殊的，所以在这样一场神仙打架中，我们充当了辅助的职位。众所周知，一个好的射手一定要有一个会创造机会的辅助，而我们就是那个辅助。虽然无法参与正面战场，但我们可以用时章来操控1季机关，以此来削弱曹母的力量。在我们的努力下，曹母的惠民能量被周边的设施吸取出来，曹母眼见不敌，用出了保命底牌。他创造出意识空间，将众人都拉入其中。侍卫手与天狼玉先生皆都沦陷，没被束缚住的有3人：执行者、黑化南音和雷比利亚。这其中，曹母犯的错误就是小觑了执行者。在意识空间内，我们才见识到了真正的曹母，原来他也是有腿的。可见现实里的曹母并不是完全体，真正的曹母应该有着和黑化南音一样的身躯。我们之所以能讨伐曹母，是因为曹母还没有脱困，所以不要觉得曹母太弱了。曹母心里苦啊，马上就脱困了。
突然就被按着揍了一顿。这就像欺负关在笼子里的老虎，曹母能不憋屈吗？异时空间里的曹母比现实里的更为强悍，出招就是毁天灭地，全凭激光。可惜这是剧情，终将被讨伐。等到进了副本，一定会是灾难级的 BOSS。在异时空间的战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便是第3代时章系统，这也说明之前做的一切并非是无用功。如果不是抢夺荆棘拖延了时间，那这里的战斗我们必然会败北。所以剧情安排的逻辑是紧密相扣的，一文所以，科学道理。在我们击败异时空间的曹母后，画面转到了现实，黑化男婴破开空间壁障，释放出被困住的人。仔细看众人所站的地面和遗迹内的地面并不一样，这也是为什么小峰说他们被困在异时空间了。男婴会救久愈的人，是不是说明他已经恢复意识了呢？其实在吸收第4枚荆棘后，他就有了恢复的迹象。让我们回到8号太空舱，当他夺得荆棘后，就没有再造杀戮，反而是释放了被困住的狱卫，选择了直接前往牢笼。这里虽然有古文明意志作祟，但是没伤害狱卫，也说明男婴的意识同样在苏醒，不然何必在意一只蝼蚁的生命呢？男婴破开壁障之时，也是执行者消灭意识中曹母之际，能看到曹母的双眼重新有了光亮，这也佐证了他将众人拉入了异时空间。曹母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，对眼前一切有些懵逼，但是黑化男婴却不同，他果断抓住时机，趁曹母还没完全恢复，一击洞穿了他的大脑，打败了曹母。如果将战斗复盘一下的话，就是执行者击败异时空间内的曹母，创造出了一个契机，令曹母陷入了短暂的呆滞，男婴紧跟着开大一招毙命。所以在最后的决战中，主角还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的。而之所以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，猜测跟在虚具遗迹使用玉卵有关。在那里我们得知了男婴的过去，更是之后可以用玄方来还原过去的记忆。看来玉卵转化这个桥段也没有浪费掉，算是伏笔了吧。在这场决斗中还有一个令人诟病的地方，曹母和黑化男婴都这么强了，为什么打个架还这么磨叽呢？这还真错怪制作人了。这种战斗才真的是强者的对决，不然我们来看证据，这是完美世界里的仙人下凡。没错，这么强的战斗居然是肉体互殴。一个例子不够，还可以举下一个。火影忍者想必大家都知道吧，就是那个能手戳螺旋丸，体内还住着核电池的漩涡鸣人。在火影疾风传的结尾，漩涡鸣人与佐助在中末谷展开了宿命对决，没错，还是肉搏，而且速度看起来也不快，原片有运镜，看起来还不错。但你想想，如果自己是一个旁观者，看到他们在互殴会是什么场景？不就是黑化男婴与曹母这样战斗吗？不只是影视作品，小说中这种描述也很常见。还记得有本末期少年穷、末期中年穷、末期老年穷的小说吗？斗皇遍地走，斗中多如狗，这里就不说了。我们来看看巅峰的战力对决，那必然是斗气的巅峰，双帝之战。魂天帝吸收无尽血海，成就数以万丈的地身，萧炎则引地下岩浆入体，同样铸就了斗帝之躯。这么强的存在，打斗肯定很厉害吧？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么描述的。魂天帝频频一拳轰出，萧炎没有躲避，同样是一拳轰出，斗帝强者竟然恐怖如斯，没想到依然是对殴。现在再看曹母与黑化男婴的战斗，是不是就合理了？那么多的作品对顶尖战力的描述，无一例外都有了返璞归真的意思。越是强大者，对战越是简单。如果你觉得还是花里胡哨，那就是他们还不够强。这里面其实是有逻辑的，越是强大的力量，越难驾驭。所以在局外人看来就越是笨重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努力都是徒劳。就以斗帝为例，他们的一拳就是万般斗技，千种秘法都抗衡不了。用文字描述就是，这一拳看似很慢，但又仿佛跨越了万古，让人躲闪不得。有网文的味儿了。小峰都这么说了，是不是觉得我对剧情表现很满意呢？恰恰相反，我并不满意。我认为他可以做得更好。现在的战斗只是有了返璞归真的形，却没有返璞归真的意。小峰列举的这些场景虽然都是在肉搏，但是在氛围渲染上却是极为重要。佐助的一把雷刀直接毁了一座山，斗帝间的战斗更不用说，整片大陆都在颤抖。他们都是视觉效果给人的震撼是最强的。倘若场景大个10倍，曹母高个10倍，这场战斗的逼格不知要提高多少档次。除了这些以外，剪辑的节奏
也有些问题。在游戏原有剧情里，由于镜头停留时间太长，让人感觉都在吃瓜看戏，没能 get 到抓住时机一击毙命的感觉。为此，小峰重新做了一下改变。小心！是不是一下子就有紧凑的味道了？颠覆战场的决胜之机真的不适合磨磨唧唧，后面的经济特效也需要渲染一下。剧情里说曹母临时反扑，男因舍生取义，可在剧情里根本没能体现出来。为此，小峰也重新改了一下。其实就是稍微加了点特效，我想这种程度官方肯定会改的比我好，这样就很符合剧情描述了。除了这场决战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伏笔，在主角团使用天门炮的时候，在各个时空的上方都出现了一颗星。听老者所言，这是妖星现世。妖星啊，这个我熟啊，不就是火星吗？荧惑守星说的就是它。不过这里的妖星却是另有他旨，它就是幻塔里面最神秘的马拉彗星，能同时显现在各个时空上方，这已经说明了他的身份。马拉为什么会出现呢？猜测是因为天门炮在短时间内汲取了大量的元能，这才让马拉出现了降维的投影。在之前的剧情里，我们得知了马拉彗星处于更高的维度，我们观测到的只是它的投影，即使如此，也是肉眼不可见的存在。这是剧情里马拉变为了肉眼可见，可以想象天门炮究竟汲取了多少元能。这种思路是把马拉彗星当成食物来看的。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路，倘若马拉彗星是活物呢？或者说封印惠民的古文明就是移民到了这里，那我们用天门炮打开封印的行为就惊动了他们，引得他们的窥视。说白话就是下面怎么这么热闹，我也出来瞧一瞧。哟，这不是我们搞的那封印吗？你们慢慢折腾吧，溜了溜了。当然这只是玩笑话，随着九域的出现，已经实锤了古文明的存在。如果这只是个开始，那我们与古文明的见面想必会太久了。艾达之子的活体金属至今还没有讲明白出处，亚夏的遗迹发掘有了什么收获也是只字未提，这在后面的剧情中都会是关键元素。总的来说，小峰对这次剧情还是认可的，至少剧情设定没有崩坏，就是剧情表演方面还需要努力。要是漩涡鸣人用这个螺旋丸打败反派 BOSS， 任谁都会觉得违和吧。幻塔虽然在日常表演上有了进步，但战斗方面也不能落后，场景渲染、运镜特效一个都不能放松，不然岂不是辜负了这么多一路陪伴的玩家。终于是将这个结局剖析完了，不过这个结局也留下了个麻烦，就像粉丝所说的一样，能击败曹母的只有曹母，这就是个无尽的循环，除非两者同归于尽，不然就会一直循环下去。九域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呢？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之后会更新剧情的其他解析。临别之际，莎莉为何偷偷抹眼泪？奈美西斯魂飘出体，意识究竟去了哪里？一切答案我们下期见。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